皇上驾到！儿臣叩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莫参军，随我和兄弟们去吃顿好酒，明日一同回蒲州如何呀？我这肠胃刚好些。 吃酒就不去了，免得扫了陈参军和兄弟们的兴致。我的弟兄们也快来了，我在这儿等他们。行，那便不勉强了。陈参军，莫参军，管事的不知跑哪儿去了，这库房钥匙也没外交。哎，莫参军，您若是不走，能不能代为保管？等管事的回来了，交与他便是。好说，举手之劳。那就。 有劳莫参军了，莫参军，那我就和兄弟们先行一步了，请。莫参军，属下来迟，咱们现在就动身回蒲州吗？不急，等过完申时再说。传令下去，把库房开严了。 不许任何人随意进出。是。列队，严加看管。是。他怎么来了？谁？国子监张主簿。此人遇事较真是出了名的。 不行，我去看看。我是国子监的主簿，要取走国子监存放在这里的书卷啊，这与你何干呢？你因何不让我进去啊？这是何道理啊？真是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张主簿啊，多日不见。裴学子，您来得正好。我与这莽夫说不清楚，我们国子监在你们库房存放了一批书卷。 方才薛助教特意传话给我，说四门学的库房已经存不下了，叫我申时之前赶紧取走。我特意匆匆来取，可是这位他偏偏不让我进去。你说这是何道理啊？张主簿，今日库房确实有所不便，请您过了申时再来，或者晚些时候，我亲自带人给您送去，您看如何？你们四门学这是在耍猴呢？ 一个叫我申时来取，一个叫我过了申时来取。好，好，我今日偏要进去，你能奈我何？你敢！哎，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得给我写个凭证，说今日你做了库房的主，日后别怪我不守时。好，我写。 裴兄，到底有何不妥？如果这里真的有周家，薛旭又怎么敢让人来这里取东西？还点明了申时来取，的确有些蹊跷。拆开看看就知道了。他敢这么做，不外乎有两种可能：要不这里根本就没有周家。找到了。
那就只剩一种可能。薛须料定，我们不会让张主簿进来。你们还不明白吗？所有的事情都太顺利了，胄甲就在这里，曹王的人一个都不见，管事的也不见了踪影，库房的钥匙也在我们的手上。薛须还特地叫来了张主簿，借此证明我们在看守库房，不许他人出入。曹王知道私屯胄甲之事已经败露，所以想撇清关系。恐怕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。什么意思？瞳孔糟了！曹王要陷害太子，那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回国阻拦太子啊！要不咱们把东西搬出四门穴？已经来不及了，都怪我太心急，害了太子。既如此，朕就将盂兰盆会交由爱妃来操办，武才人从旁协助，众爱妃、皇子和大臣都要献计献策，届时举国欢庆，热热闹闹的过一个盂兰盆节。遵旨。太子，儿臣在。你将你抄写的百变经书装裱起来，供奉于盂兰盆会，以告慰先祖和你的母后。儿臣遵旨。陛下，儿臣还有一事要禀奏。撤！让开！都让开！撤！撤！儿臣近日忙于科举改革，既要修制度、改科目，还要运送考题，诸事繁杂，多有疏漏之处。前日，儿臣无意发现一桩事，思虑再三，还是觉得应该向陛下奏明。撤！撤！太子有何事要奏？太子殿下，陛下日理万机，龙体抱恙，有些事就不用小题大做了吧？媚娘为何要阻拦太子？太子，讲。太子，我觉得有些事还是由我亲自禀明圣上为好。回陛下，臣妾冒昧，今日来，臣妾见太子忙于科举改制，疏于抄经，想着提醒，却又不忍心催促，可是心中又盼望着百变经书能够早日完成，于是私底下便偷偷替太子抄写了一些。许是臣妾的字体太过粗鄙，竟被太子察觉。太子仁德，不但没有责怪媚娘，反而要将媚娘的一份心意向陛下奏明。臣妾惶恐，这才再三婉拒。没想到太子还是执意要说呀。媚娘李兰原旨有善行，而不欲人知。太子诚实坦荡，不贪他人之功，朕很是欣慰啊。臣妾何德何能，能获陛下夸赞？倒是太子殿下，
谦和礼让，才是令人感动呢。太子做得很好，越来越有储君的仁德风范了。殿下，属下来迟一步，请太子重罚。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曹王早一步发现了我们的意图，故意不动声色，暗中下头，还在胄甲上做下了东宫的标志，意欲嫁祸于太子。裴行俭发现其中有诈，命属下竭力来报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适才亏得武才人竭力拦阻，李治才能凌渊止步，化险为夷。我以为谢，请受李治一拜。太子往后行事，切莫如此冲动。曹王心机深沉，如若没有万全之把握，切勿莽撞行事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武才人好意，李治记下了。明儿，你可有事瞒着我？刚才在殿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刚才在殿前，太子准备向陛下参奏我私藏胄甲一事。什么？太子都知道了？就算他知道了，我也有应对之法。方才只要他在陛下面前开了口，我就有把握将他彻底扳倒，不得翻身。谁知他的话眼看就已经到嘴边了，竟硬生生的被那个武才人给阻了回去。看来这个武才人是铁了心了要帮扶太子。明儿，你终究是不肯听我的话呀。母亲放心，就算他知道了，也奈何不了我。你这般不听劝阻，做出如此凶险之事，让我怎么放心？母亲放心，儿早有打算。退一万步，若将来真事发，所有事，儿子会在陛下面前一概承担，绝不牵连母亲。母亲全当不知儿子所图之事，安心当陛下的宠妃便好。你以为我是在担心自己的生死安危，担心自己怕被牵连吗？这么多年，我才在宫中如履薄冰，谨小慎微。我是在担心你。我此生唯一的愿望，就是你的平安。你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见过太子殿下。十四弟。高权见过太子殿下，见过曹王。今日真是巧了，三位殿下前后脚来给陛下请安。父王正在里头跟陛下说话呢。这列路图是阎立本阎氏郎送的，儿臣记得小时候，您曾带我们兄弟几人狩猎，也亲手射得一头雄鹿，情形与这画一般无二，心中觉得有些亲切，便求来此画，带进宫里给陛下瞧瞧。这猎鹿图啊，笔触灵动，栩栩如生。这个阎立本呐，真不愧是丹青圣手。陛下，给父皇请安。臣弟见过太子。十三弟，不必多礼。智儿、明儿，你们两个来得正好。
看看福儿带来的这幅画，像不像当年朕带你们打猎时的情景？陛下，儿臣常梦见小时候与您一起猎鹿的情形，怀念得很。儿臣还记得，当日太子体力不支，不仅未能射中猎物，还感染了风寒，休养了好一阵子。侄儿什么都好，就是身体太柔弱了。陛下也不必太过担心，太子虽天生文弱了些，后天多加锻炼便是了。太子殿下，臣弟明日去禁院狩猎，这狩猎不仅能强健体魄，还能操练射术，不知可否邀太子同去？谢世子弟美意，可是盂兰盆会在即，我许诺的抄百遍经书还没抄完，所以就……侄儿，我大唐是马背上得来的天下，高祖更是要求后世子弟要文武兼修。你是大唐储君，要有强健的体魄，切不可重文轻武。明儿、福儿，你们兄弟要互相监督，不要总是在屋里面读书写字，荒废了武功。陛下训诫的是，儿臣明日与14弟同去狩猎，争取猎一头野鹿回来献给陛下。好，朕等着。13弟，不如明日一起同去，咱们兄弟间既可切磋武艺，又可增进感情。臣弟恭敬不如从命。正是此理。贤弟，昨日因我失察，险些中了曹王圈套。虽未铸成大错，但贤弟的身份已经暴露，此去蒲州，怕是步步凶险。裴兄何出此言？分明是曹党狡诈，早早识破了我们的意图，这才累及太子。如今逆党阴谋已被吾等识破，该心惊的是他们才对。贤弟保重。莫参军留步，御。莫参军，太子命卑职给莫参军送行。太子说，希望莫参军一路保重，多加小心，万望平安。除奸一事，不宜操之过急。待时机成熟，还望二位相助，一同铲奸除恶，安邦定国。属下无能，险些置太子于险境。太子不仅不怪，反而体恤关爱。莫坤更觉惭愧。请转告太子殿下，莫坤一腔热忱，愿为太子誓死效忠。莫参军，有缘再聚。贤弟，一路珍重。裴郎君，还有一事。曹王明日约太子去禁院狩猎。狩猎？太子答应了？陛下面前，太子不得不答应。曹王私运胄甲一事，太子已经发觉，前番陷害不成，曹王此时恐怕已对太子起了杀心。围猎场密林灌木，刀剑无眼，曹王若想对太子不利，恐怕防不胜防。太子怎会不知？太子已经邀了福王同行，福王品行端正，曹王应该会有所顾忌。但为了以防万一，太子想邀你一同前往。太子信得过，裴某当仁不让。谢裴郎君。
太子莫急，臣弟已为太子做好万全准备，命人将东边的林子封了。猎物藏身之处有限，太子定能手到擒来，有所斩获。撤！普巴努，属下在。你带人保护好太子，若有差池，提头来见。是。撤！奇怪，怎么曹王的人没有跟上来？若日后伏王问起这东边密林是何时封堵的，知道怎么回吗？此处今日一早便已封堵，太子围猎心切，擅闯入内，进院地广林密，属下眼拙，不曾密见。发信号吧。是。放！禀曹王，西边发现野猪踪迹。13哥，太子去东边猎鹿，我们不好扰了太子的兴致，更不好抢了太子的风头。13哥不如带人去西边围猎野猪，一定能大有所获。14弟想得周到。13哥客气了，这次打猎本就是我做东，当然得让2位皇兄都尽兴才好。谢14弟盛情。撤！撤！撤！太子留步！太子，曹王说靖远东边都封了，可我们一路向东走了这么久，为何不曾遇阻？莫非这其中有诈？有何不妥？东边不但没有封禁，还有金鸟腾空，恐怕有诈。保护太子！是。昊天，你护着太子往南走，我断后。好，撤！撤！糟了，他们是用响箭标明太子的方位。快，追放响箭的！是。
是红色的。太子那边动手了，跟住响箭的方向，了结了太子。是，撤！立即给曹王发信号，告诉他们太子去了北边。想见忌讳，你杀了我也是徒劳无功。没事了。快走。好。人呢？人呢？禀殿下，太子在那边。追！做好了，禀曹王殿下，我亲眼看见太子和马一起掉下了悬崖，此处万丈深渊，太子必死无疑。恭喜曹王殿下！恭喜曹王殿下！普巴努，在。给本王射上一箭。是。
太子一心想在猎场有所斩获，好让陛下欢喜。儿臣为助太子达成心愿，一早便命人封了猎场东边的林子，缩小猎场，并加派人手保卫太子安全。谁知太子耐不住酷热，不知何时脱下了蟒袍，之后又为猎鹿误入禁区。将士们无法觅得太子的踪迹，一时间都慌了神。在那之后，禁军在东边的猎场发现数名持血官兵。众禁军未见太子蟒袍，不认得太子，把太子等人误认作是强闯禁院的歹人，因此与之起了冲突，险些误伤太子。儿臣得到消息后，快马赶去，沿途发现太子丢弃的蟒袍，方才推断出事情的原委，立即喝退了禁军。谁知太子的坐骑受了惊，竟向悬崖狂奔而去。儿臣眼睁睁地看着太子坠入万丈悬崖，却束手无策。儿臣保护太子不力，实在罪该万死，请陛下降罪，重责儿臣。我叫你们照顾好他。你们！智儿，智儿。陛下明鉴，14弟对太子狩猎真是十分用心，事无巨细，无不周到。只是太子平日勤于读书，对猎场经验不足，才会误入禁区，引起禁军误会。14弟为了救太子，不顾安危闯入禁区，被乱箭射伤，血流如注。儿臣恳请陛下，念在14弟对太子一片赤诚，许他将功折罪。你们现在说这些，智儿。智儿，儿臣叩见陛下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让朕看看，都伤到哪儿了？伤得重不重啊？快去传御医。遵旨。陛下不必忧心，儿臣都是皮外伤，并无大碍。回来就好，快扶太子上去坐吧。慢点啊！这是天佑我大唐，天佑我智儿。太子吉人天下，真是上天庇佑，祖先庇佑啊！智儿，快告诉朕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是啊，臣弟亲眼看到太子坠落山崖，不知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太子能够平安归来，真是可喜可贺，不然臣弟真是罪该万死，难辞其咎。那时我命悬一线，以为必死无疑，竟不知14弟的人在我身后。太子，
儿臣坠落悬崖，本以为此命休矣，眼前模模糊糊，仿佛出现了父皇的模样。朕又像，又不像。那人鹤发童颜，面貌似真似幻，但神态的确像极了陛下。儿臣心中一暖，竟忘记了害怕，大叫陛下救我。陛下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你是大唐储君，肩负重责，此生岂可就此休矣？”说罢，对着儿臣轻轻吹了一口仙气，随即就刮了一阵大风，竟将儿臣吹到了悬崖边的一块巨石上。儿臣在侥幸，捡回了一条性命。侄儿，朕真是没有看错你，我儿果然是天选之人呐。太子因祸得福，定是陛下潜心修道，太子诚心抄经积下的功德。14弟，你说是不是？太子洪福齐天，实乃大唐之福。太子遇刺不测，都是儿臣的疏忽。太子不计较，是太子仁慈，可儿臣实难心安。听闻，负责太子禁卫的华天，在刚才的事故中为保护太子不幸身亡了。儿臣想将陛下赐给儿臣的勇士蒲巴努送给太子，在太子身边做个禁卫，保护太子的安全，也算是略能弥补一些儿臣心里的愧疚。14弟的美意，我心领了。禀父皇，儿臣已经物色了一位文武双全的禁卫。哦，他叫裴行俭。儿臣本来正打算要把他调入东宫。14弟身边的勇士，儿臣并不想夺人所好。蒲巴努的勇猛呢，朕是见识过了。本来朕想留在身边，架不住明儿一再的央求，就赐给了明儿。侄儿今日遭此一事，不仅你皇帝们担心，朕也是担心不已。既然明儿舍得割爱，就让蒲巴努做你的侍卫，保护你吧。至于你物色的那个人选呢，也一并调入东宫就行了嘛。谢父皇美意，但儿臣以为，禁卫在精，不在多。不如这样，我希望让裴行俭和蒲巴努来一场比武，获胜之人，儿臣就带其回到东宫。这样也好，那就10日后举办一场比武，胜者就留在太子身边当侍卫，也借此激励一下宫中侍卫的士气。这事就这么定了。朕看看啊，哎呀，才人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啊？慌慌张张的。刚听人说，太子和曹王父王去狩猎，太子不知怎么的受了箭伤，还从悬崖上掉了下去。什么？曹王哭着回来向陛下请罪，没想到太子竟活着回来了。听说太子满身是血，可吓人了。